在今天的中国，就连公务员和教师这类过去最稳定的职业，也正被一场前所未有的欠薪风暴吞没。从河南、山东、广东一路蔓延到云南、江苏、四川，体制内吃财政饭的人，正过着拿不到工资、津贴被砍、绩效消失、生活入不敷出的悲惨生活。是的，中国经济的下行正在把一整代公务员逼进了贫困线。5月9日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郑州、河南的省会城市居然开始大范围拖欠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。不仅绩效没了，津贴没有，就连基本工资都常常被拖延。过去体制内的工资结构是两头大，中间小，也就是说基本工资不高，但靠各种津贴、补贴、奖金能撑起来一份体面的收入。可如今一刀切，全砍了。公务员原本月薪5000，砍完只剩3000，还不一定按时发。你以为只有郑州如此？错了，山东、广东也全线失守。山东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，现在他们那边不仅老师没工资，连公务员都开始断粮。原来拖10天、半个月是常态了，现在有的县区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他说，乡镇公务员只拿3-4千，还得打折发，而且领导一句话，财政紧张，少发点，你们要理解。理解，这就是体制内，这就是公务员。当初无数人寒窗苦读，挤破头考进公务员系统，就是为了稳定2个字。可现实就像一个响亮的耳光，打得他们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土地财政垮了。过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靠卖地，可自从房地产崩了，土地卖不出去了，钱就没了。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跌 14.3%， 其中河南下跌超过 30%， 山东、广东也都跌破历史低点。郑州的2期区甚至被法院列入老赖名单，连区政府的法人都被限制高消费，不能坐高铁，不能坐飞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政府自己都欠钱，怎么可能有钱发工资？不只是河南和山东，南方制造业大省广东也难逃命运。在东莞，建筑行业的人士直言，以前经济好的时候都欠薪，现在经济差，工资拖欠简直司空见惯。他说，他的朋友在税务系统工作，以前是香饽饽，现在收入连90年代都赶不上。他说，减薪成常态，年薪直接砍几万，根本没法活。更可怕的是，不只是体制内，整个社会都在崩。浙江乌镇的升迪光电，一家曾经上市的知名企业，从1月开始拖欠工资，到了4月底，1000名员工忍无可忍，爆发大罢工。他们站在厂区门口，冲到镇政府维权。员工说，我们工资半年没发，老板欠了政府太多钱，厂早该倒闭了，但政府不让。你没有听错，中国现在的企业想破产也不行，因为破产就得清算资产，就要释放真相，就会影响稳定。于是政府干脆命令不准破产。但员工工资怎么办？没人管。中小企业的困境就是你不能死，但也活不了。江苏昆山这座曾经的制造业高地，如今也被资本抛弃。台资企业走了 40%， 人口从320万掉到200万，流失120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突然消失，厂房租不出去，工人流失，没人投资，经济凋敝，市政工程都没人干，政府项目停摆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这是全国性的。今年2月，南方周末发文指出，2024年全国有 80% 以上的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不足 50%， 全靠中央转移支付维持运转。而中央财政自身也紧张。据财政部数据
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只增长 1.3%， 但支出增长高达 5.4%。赤字越来越大，钱越来越少，拖欠工资是必然结果。再看看云南，昆明市部分区级机关从2024年底开始，就连续3个月没发全工资，年终奖取消，加班费、津贴全部蒸发。昭通一所医院的医生甚至被政府追讨过去5年违规发放的绩效奖金和夜班费。是的，不但没钱发你工资，还要倒追你过去几年挣的钱。但你说政府这么做合法吗？当然不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50条，用人单位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，即使遇到资金困难，也必须在1个月内补发并备案。可现在这条法律在体制内居然成了摆设，政府自己成了最大的老赖。别以为这些事情只是个例。在小红书上有一篇关于郑州教师欠薪的贴文，评论区炸锅，惠济区没有，港区没有，中原区没有，东区没有，哪都没有，工资都拖欠2个月了，绩效考核也拖欠，班主任费也拖欠。这不是一个学校的事，是整个城市的沦陷。是的，中国的体制内正在发生系统性崩溃。这个曾经稳如泰山的体系，如今连最基本的工资都保障不了。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这些人民公仆被卷入一场无声的经济战，他们没有抗争的能力，也没有选择的自由，他们只能在沉默中苦撑，或者在崩溃中离场。过去3年，疫情冲击已经让无数企业倒闭，家庭破碎。如今经济复苏乏力，地方政府入不敷出，连体制内的人也保不住饭碗。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，从人人向往体制走向体制，也保不了你。当公务员工资变成基本工资，当年终奖成为过去式，当津贴和补助不翼而飞，体制内也终于尝到了打工人的苦。这是一场全社会的灾难，是一场无差别的暴风雨，而风暴的中心正是你曾以为安全的体制内。可怕的是，这场欠薪风暴远未结束，它像一场传染病，从教育系统扩散到医疗、税务、电力、环卫、交通、公安系统，任何靠财政吃饭的岗位都无法幸免。体制内曾经是稳定的代名词，如今却成了最先被抛弃的牺牲品。根据财新网2025年1月的调查，全国至少有18个省份存在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绩效被削减、延迟甚至取消的问题，其中贵州、云南、广西尤为严重。在知乎，有医生披露，我们医院绩效被砍了一半，护士直接辞职走了一批。还有警察发帖，1个月工资3700，夜班津贴也没了，执勤车油钱自己垫，真的活不下去了。这是体制内的底层现实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仅 1.2%， 而地方财政自收自支压力巨大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，有25个地方财政入不敷出。再看看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，根据财政部2025年1月数据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。浙江、广东、江苏这类财政大省尚能自救，但像贵州、云南、黑龙江、甘肃这样的贫困省份，早已陷入借债还债的死循环。甚至在2023年，贵州省政府罕见地公开承认财政困难，请求中央政府帮助解决债务问题。这句话背后是整个西部乃至中部地区财政崩盘的冰山一角。基层公务员活成了隐形打工人。公务员这个词曾经在中国等于铁饭碗、高福利，可如今连铁也锈了。根据公务员论坛数据统计，2024年全国至少有11个省份实施了公务员降薪、停发绩效的措施。
比如，广西柳州公务员工资直接下调15%，陕西延安全市机关绩效奖金暂停发放，安徽阜阳乡镇公务员连续3个月只发基础工资。有公务员晒出工资条，基本工资2800，扣除五险一金，到手2100元，这和外卖员工资相比，已经低得让人震惊。我考了3年公务员，最后发现是给国家打零工。知乎用户林夕感慨道：每天8点上班，晚上10点下班，编一堆材料，写一堆报告，绩效没了，奖金没了，年终奖更别提。我拿着3000工资，背着1000万地方债，这是一种荒谬的宿命。公务员是为国家运转提供血液的人，如今却成了最先断粮的人群。比工资打折更可怕的是对未来的透支。2024年，中国多个省份的企业退休养老金出现延迟发放的新闻，尤其在辽宁、黑龙江、吉林等老龄化严重地区尤为突出。甚至在社交平台，有人在传播一张截图，单位通知养老金将根据财政情况适当延后发放。尽管有关部门迅速辟谣，但此类舆情反映出社会焦虑。当地方财政收入无法覆盖支出时，最先被拿来动刀的就是养老金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截至2022年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.8亿，占比接近20%。而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23预测，如果没有制度性改革，企业职工养老金将在2035年前耗尽结余。也就是说，中国这一代人可能交了一辈子社保，最后1分钱也拿不到。欠薪风暴已经席卷全国，表面看是财政紧张，是土地财政崩溃，是公务员体系遭遇洗牌，但深层看是整个国家经济机器开始失速，是增长模式到了拐点，是危机正在系统性爆发。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